经历了几次翻车，我家终于实现了全屋防雷。自己改造背3边水牢房日记，自己给房屋改造避雷装置。农村的房屋怎么避雷是个严肃的问题。我家的房屋虽然到现在已经经历了3代人的居住，但一直没有避雷的措施。现在夏天雷雨天气越来越多，每次打雷闪电，心里总是不安。这一次一定要彻底解决这个烦恼。在网上研究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，找了一家钢材店铺，买好所需的材料，扁铁和热镀锌圆钢。因为一根的长度是6米，为了方便装车，只能麻烦老板切断才行。回到家，第一步引雷接地的选址就成了难题，因为房屋周围都是风化石层，如果引雷在风化石上，效果根本达不到预期。经过对房屋周围地形肉眼的探查，最终选址在靠近竹林这个角落。此处不仅距离房屋近，并且靠近湖边，最重要的是，据我观察，只有这里的土层是泥土。杂草清理干净之后，先插一根圆钢试一试，土手的力度不够后，又改用暴力。大小的锤轮番上阵，再敲击了9981次后，终于达到了预期的深度。之后再根据扁铁的长度计算好下个预埋的位置。第一次的顺利让我信心十足，另外3处点位也非常顺利，就是在关键时刻这个掉链子了。看来好事多磨，磨练你的耐心的同时，还要考验你的毅力。接着就挖槽焊接扁铁，4个点位预埋的深度是1.5米，而焊接的扁铁也是1.5米的长度。焊接之后就形成了1.5平方的接地面，并且4个角还需要用扁铁来加固焊接，增加接触面。最重要的是4个接地的点位还要用扁铁来交叉焊接，使其可以相互串通。最后焊接的点位为了之后的稳固性，还需要用砂灰来凝固，之后再用泥土来覆盖。现在到了关键的引雷装置，我是用圆钢焊接到一处接地预埋点，用作引线，并且焊接的长度超过了50厘米。最后同样需要用砂灰来凝固，确保稳定性。最后再覆盖超过20厘米厚度的泥土。第一段引雷线有9米的长度，也挖了一条沟预埋在泥土里面。2根焊接搭接点接触面超过15厘米，并且焊接点还需要做好防锈处理。目前为止，终于算是做好了地下预埋的部分，接下来就是墙面裸露的部分。需要折弯的地方角度不能太直，需要有弧度。墙面就打膨胀，用角码固定，之后再进行焊接。今天30多度的气温，室外改造差点把我蒸发了。在补充了水分，短暂休息后继续干活。围墙的高度超过3米，角码打了2处。引雷的圆钢就焊接到角码上，并隔空于墙面。在高处焊接还是有点难度。刚开始我一只手要扶住圆钢，另一只手又没办法用保护罩。裸露的接头也需要做好防锈的处理。这一趟流程下来，总算把引雷装置改造到2楼了。其他还好，就是手被锤敲了一下，脚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摇了一下。下一步就需要把材料转移至2楼的玻璃露台，因为只有通过这里才是最便捷达到1楼屋顶的唯一捷径。引雷的圆钢需要通过这里才能到达屋顶的最高处。原本计划是从围墙的侧面直立到屋顶玻璃雨棚处，最后发现屋顶瓦片不好固定生根，最终还是决定从墙面的侧面打角码固定，直至屋顶的最高点。改造过程可能气温过高，导致突然流鼻血了，并且在改造过程还踩坏了3匹瓦。不过好在把避雷装置成功牵引至屋顶最高点了。现在距离完工只差最后一步了，又把材料转移至屋顶。这次的难度系数直接拉满，光搬运所需的材料和工具都是非常不易，并且实施还小心踩坏脚下的瓦片。屋顶的最高点，我计划焊接一根圆钢超过屋顶的最高点15厘米，承重就用圆钢扳弯来焊接做支撑点。屋基总长13米，每隔2米我就做了一个支撑点，应该能够满足使用。最关键的是引雷针，顾名思义，较真肯定要尖。圆钢经过打磨之后变成这样。屋脊的2端各配置了一根高于房屋60厘米，直立于天空。其实刚开始做避雷装置，我爸直接说没必要，他说房屋后面的树都高于房屋，应该很安全。你们觉得有必要吗？最后瓦片的支撑链左右摇晃，还需要搅拌砂灰来凝固，不然大风时还是很危险。就在我以为快要大功告成时，却发现还是踩坏了2片瓦片。以后有条件一定得把它全换了。在晚霞的照耀下，总算是完成了一件自己觉得很重要的改造。改造初期买的柴胡灶已经不行了，不过我已经找到替代品。万万没想到，今天又解锁了它的新功能。